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以色列美角的頻道。剛才呢，我從頭到尾都是拍慢動作，所以所有的聲音啊，所有的記錄就是都泡湯啦。那我口頭說一下好了，因為現在是10點52分，大概10分鐘前，我們的手機都有提示說，可能等一下要跑防空洞，所以我剛剛就是在路上，然後就看路人在找防空洞，然後我就跟路人說哪裡有防空洞，然後我們就經過了一個旅館，然後旅館上面有一個牌子，就說我们這裡都滿了，請你到附近的旁邊停車場在哪裡，去那邊躲。然後我就站在那個百貨公司的門口，然後就看到好多的人就是經過，可能就是也要去停車場那邊去找防空洞。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路上還是有很多人走來走去，然後呢，我們就聽到蹦的一聲。那因為我的影片拍慢動作，所以這些的那個聲音就都沒有。然後我們聽到蹦以後，我就跟路人討論說，所以應該就不是在我們的區域啦，因為沒有響那個戶外的防空警報聲。那所以現在是10點53分，那你可以看到，因為就是這樣啊。你沒有要跑防空洞，那生活就照常。所以你看路上的人啊，咖啡店的人啊，然後等輕軌的人。所以呢，我要做什麼？我就是想要去吃點心，然後呢，再跟大家講一個很有趣的 app。然後對，我有跟大家講，就是如果你的手機有這個 app 叫做 Waze， 藍色的這是以色列人發明的導航系統。那現在你就按去哪裡，然後就有這個維基，你就按維基啊，它就會告訴你最近的防空洞在哪裡，所以很方便，不會怕你到一個新的地方，然後不知道最近的防空洞在哪裡。然後不知道到底有沒有下雨，有人說有下雨，我覺得還好。今天的天氣預報本來說會下雨，沒想到沒有下雨，所以我就出來吃一個點心。這就是上次那個אני רוצה מאפה שקשוקה לשבת כאן לשבת כאן כן。其實這些看起來很好吃，這是應該是酪梨的，然後這個是燻鮭魚的，然後這是蛋的。好美哦！這樣子一個是台幣270塊，然後這口味是 shakshuka， 就是以色列人的番茄蛋早餐。這個糕點我覺得是蠻好吃，但是蛋還是要吃熱的比較好吃啦，所以我覺得有點美中不足。那我上次有跟大家講，以色列人有一個發明，就是一個 app。如果你在防空洞裡很無聊，你可以登入，然後看看有誰是單身，然後想要找男女朋友的，你就可以配對，然後就可以在防空洞裡面聊天。那除了那個 app， 還有Waze， 它現在可以找防空洞。然後以色列人還有發明其他的 app， 就是在戰爭時間。一個是我什麼時候可以洗澡，因為它有一些數據嘛，然後就告訴你說，如果你的洗澡時間是你可以自己選多少時間，然後你能不能在下一次防空警報之前完成你的洗澡？因為這是真的很大的壓力嘛，就是你洗頭洗到一半，然後你現在是要沖掉你的泡泡，還是你要去防空洞？然後可是你要去防空洞，你還要穿衣服。當然它也有開玩笑的部分在裡面啦，因為戰爭就是這樣。然後呢，另外一個我覺得有趣的 app 是你可以算你的壓力指數。那大家記得上一次在咖啡廳碰到的那個以色列人，他就說壓力，我沒有壓力啊，所以我就覺得說OK， 我們來看看，就是這個壓力的測量它是怎麼算。OK， 那如果你是跟家人住，或者是你自己住，你就選這裡。我會把連結放到資訊欄，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開 VPN， 還是任何地方都可以開。如果不能開的話，你可能就是需要有以色列的 VPN。然後呢，這是我的分數啦，你可以選你有幾個小孩，有小孩的話，當然就是那個數字就直接往上了。然後呢，小孩多久要做一次 Zoom？ 然後你們家有沒有就是防空洞，還是在你們的大樓裡面，還是在你的社區裡面？因為有些人他連他的
大樓都沒有防空洞，他要去到公共的社區的防空洞。像是我來以色列那時候住的那個小房子啊，納克拉歐的那個小房間，那邊就沒有防空洞，就一定要去到社區裡面，可能要走5分鐘。所以如果你的距離離防空洞是要走5分鐘，那當然你的壓力就会比較大。OK， 然後呢，再來就是你是自己住，還是你是寄人籬下，那這個壓力指數也不一樣。然後呢，大人一天要開幾次會啊？然後你家有幾個手機、電腦這樣？因為如果有比較多娛樂的東西的話，可能就比較容易解壓，因為小朋友可以看影片啊什麼的。然後你的那個地區，你覺得你晚上通常平均有幾次的警鈴聲？那像我們昨天晚上就有一個警鈴聲，然後就去防空洞。我真的覺得睡眠被打斷的時候，你隔一天你的精神都不會很好，像是現在。然後呢，再來就是這個是 Jokers 就是鬼牌啦，中文翻的就是鬼牌。然後有什麼事情它可以瞬間把你這個壓力指數加到破表，像是我是在當兵的替代預備兵，這加250萬，或者是我的太太或先生在當兵，或者我現在懷孕，或者是還有減壓的，如果你是那個幼稚園老師，他給你減500，我不知道為什麼幼稚園老師可以減500。然後呢，這是開玩笑吧，就是如果你住在 Pardes Hana， 就是直接壓力除以2，可能那邊的那個環境比較好，或者是很少有那個導彈會打到。然後還有其他會加的鬼牌，像是你的孩子是特殊生，或者是你是单親母親或父親，或者是你有喪失一個家人，或者是什麼什麼的，或者是你現在還在那個餵奶呀，餵奶也是很辛苦，或者是你還是學生，或者是你是當爸爸或媽媽。你看我是當媽媽，我直接加1000，所以我把1000加上去以後，我就破了，我就比一般的以色列人還要更有壓力。我看看他会说什麼。他說你比一般的人還要更有壓力。我以为會有什麼鼓勵的話，也沒有鼓勵的話，就這樣。好吧，反正就是大家可以玩玩看。好啦，買一個甜點回去給我們家小孩。我們家小孩有一個新的綽號，因為以色列人他們喜歡用 ush 來取綽號，就感覺很可愛這樣子，所以有 Bella 就變成有 Belush， 這就是很當地的一種取綽號的方式。但是不是所有的名字都可以加 ush 啊？然後呢，剛剛要跑防空洞之前呢，我就站在這裡，然後呢就有看到這個拉比爺爺，可能是拉比啦，我也不知道。然後他因為我們逾越節快要到了，所以就有那個烏酵餅，還有tigosh 就是葡萄酒，我不知道他是放葡萄汁還是葡萄酒啦。奇怪，為什麼有人的防空警報響的？結束了。現在可以從防空洞出來了，就是這個打電話的這個系統不是很靈光就是有時候他剛剛也沒有打電話來叫我去防空洞，然後現在打電話給我說結束，那我為什麼會知道結束？因為他打來就是號碼不一樣啦，就是如果是有很多7的那個是要去防空洞，然後如果是很多8的那個是可以從防空洞出來的，但是因為防空警報沒有響啊，所以他這個就是提示說，你們可以解除這個危機了。但只是剛剛大家都已經解除了，你看去咖啡店啊，還有那個咖啡店的店員裡面也都是照常的工作啊。所以就是以色列人，如果真的要跑防空洞，那就跑没有要跑，那就繼續喝咖啡。這就是這裡生活的邏輯。然後我們家寶寶的餅乾沒有了，給他買一點餅乾。因為Lush，這個是Super Farm 的旗艦店，它是1樓有很多保養品啊、香水類的東西，然後2樓才是母嬰用品的區域。那有些東西在以色列買很便宜，有些就真的很貴。那 JD 是以色列的牌子，它是做睫毛膏啊那些化妝品的，然後。看看有沒有特價的東西是可以買的，有很多都是在特價。
哦，又等到它特價了，太好了。我們比較喜歡長方形的，因為比較好收藏。然後我們家小孩是不挑奶粉的，所以就很方便。也還是有特價，3包105，貴了5塊啦。之前都是3包100。他喜歡吃這個餅乾，可是沒有特價，要16塊。如果我走到上次那個奶粉被鎖起來的那一間，藥妝店的話，就會比較便宜。還要來買牙膏，這麼多的牙膏，我要找小孩的牙膏找了半天，結果呢，在下面這裡找到了。今天已經是3月25號，所以它又變回原價了。沒有特價我就不買了。結賬完了，我剛剛又下意識的去按電梯。為什麼按電梯？因為通常我們跟小孩來都是搭電梯上來下來，忘記了。大部分以色列人來藥妝店啊，是來買民生用品啊，尿布啊、奶粉這些的。真的買化妝品的人很少，因為我不知道在以色列其實也是有化妝的人，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比較沒有外貌焦慮，因為世界各地回歸到以色列的猶太人的長相也是各式各樣，像我旁邊就是伊索比亞的猶太人，那他們的長相就会跟歐洲回來的或者是其他地方回來的就差別很大，所以他們也很难有一種既定的那种对美的印象。然後呢，貝果店今天開了，再買個貝果再回家。然後最後跟大家講一個晴天霹靂的消息啊！昨天我影片已經發布以後呢，才看到新聞說，以色列這邊已經決定把那個全國緊急的狀態延長到4月14日，所以說我們這個不能上學的日期就一直延到那個逾越節的放假結束。我們現在才3月25號，昨天是24號，他就一口氣延到4月14號，一口氣延3個禮拜耶。所以就是真的有一點沮喪，還要等3個禮拜。那為什麼以色列會這樣評估呢？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想說都要過逾越節了，學校本來就是放假，那就乾脆讓大家心裡有一個底吧，知道說不用期待下個禮拜逾越節之前，然後學校會突然開門，就不用期待了。可能這對其他的家長也是比較好去做一些準備吧。我本來期待說，至少就是逾越節之前，學校可以恢復上課，然後就可以回去學校上課。那現在就沒有這個可能性了。好啦，大家拜拜。那突然想到，如果 Joshua 就是啾啾的名字嘛，然後要變成一個綽號的話，可以加上 Ush 嗎？答案是好像不行。但是Joshua 有以色列版的綽號，就是 Shuki。Hello， 就是上次跟舅舅打招呼的那一個清潔工。好了，大家拜拜。在這裡就是這樣，你慢一點，他就會按你喇叭，不是我跟我無關哦。他要右轉，好大一輛車啊！他叫我過，可是我還是不能過啊！我過了一半，我還要再過。在以色列，行人的路權超大，如果前面的車慢，那他一定很毫不客氣的會按喇叭，但是我如果要過馬路，或者是看起來要過馬路，那他又可以停下來讓，這就是以色列的交通的一個默契。